在刚果金的一个村庄里，家属嫌原先的棺材太寒酸，决定换另外一个。亲人伸手去扶，邻居伸手去抬，哭丧的人一个接一个摸上去。可是在死神眼里，这就叫排队签收死亡通知书。官员们形容每个人都在摸它，然后就是爆炸性的传播。这就是无药可治、疫苗全废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更要命的是，这个恶魔已经盯上了在当地扎堆的中国同胞。此时此刻，一张沾着死神指纹的机票说不定已经落在了中国内陆城市的传送带上，下周它就可能敲响你家小区的门。美国立刻拉下入境限制，新加坡全方位监测，中国海关呢竟然靠旅客主动申报。一个在刚果金拼命背了一身债的底层劳工，在登机前突然发烧，他敢申报吗？一举手，饭碗没了，天价隔离来了。他最可能做的事情是吞下一颗退烧药，低头闯关。可是退烧药退得下体温，退得掉体内的死神吗？没人申报不等于没人感染，没发现不等于没风险。所以外交部那句冷冰冰的暂无一事，听着是后背发凉。为什么中国防线这么软？因为在领袖刚刚画好的中非友好零关税政治大棋里，同胞的肉身只是最便宜的政治润滑油。很多人以为埃博拉不就是发烧流血吗？我们有疫苗，我们有防线，有什么好怕的？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已经一只脚踩进了绝境。这一次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疯狂肆虐的，根本不是以前我们能勉强对付的扎伊尔型旧病毒，而是它最诡异、最阴毒的远亲——本迪不交型埃博拉。它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高达50%的致死率，而在于它能骗过人类所有的防线。第一，它让人类现有的疫苗彻底作废。过去各大跨国药企吹得天花乱坠的埃博拉疫苗，全都是针对扎伊尔型的。美国 CDC 在相关警报里已经说得很清楚，现有疫苗对本地不交型不具有预期保护力。第二，也是最致命的一点，它能直接骗过医院的常规检测。埃博拉病毒的基因序列只要差了几颗碱基，检测盒的试剂就无法识别。在蒙博瓦卢的矿区诊所里，医生们手里拿着的全都是针对旧病毒的检测工具。4月24号，第一个在非洲倒下的医护人员发烧呕吐，检测结果一遍又一遍地显示阴性。医生们松了一口气，家属们放下心来。可他们不知道，在这张阴性报告单的掩护下，病毒正无声无息地把整座医院的防线彻底打穿。短短几天，4名医护人员在诊所的病床上多器官衰竭，喷着黑血痛苦死去。连阻挡病毒的第一道专业大坝都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病毒在内部生生引爆了。刚果金有中共的矿山，乌干达有它的隧道，南苏丹有它的油田。上万名中国劳工就在这种医疗资源几乎为零的荒蛮之地进行着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工棚里没有通风设备，10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共用一个马桶，共用一只水桶。在这里，一个人发高烧会被当成中暑，一个人拉肚子会被当成食物中毒。只要有一个人被漏检，在这种高密度的工棚生活里，病毒只需要1晚上的时间，就能顺着汗液、唾液和排泄物，把整间工棚变成一座活人墓。而这个病毒最阴险的是它长达21天的超长潜伏期，表面上却可以没有任何征兆。然后这些合同到期的工人，这些生了病想要回国求医的散工，带着那张看似安全的假阴性检测报告，坐上大巴，穿过混乱的边境，登上了飞往国内的跨境航班。这只恶魔的脚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踩着我们同胞的血印，朝着国内的安检口逼近的。5月18号，世卫红色警报响起的第2天，美国海关直接拉下了硬性闸门。
美国 CDC 和国土安全部宣布了全面的入境限制与公共卫生筛查措施，任何非美国公民只要过去21天里脚踩过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的泥土，必须接受严格的入境分流筛查。为什么是21天？因为这就是埃博拉潜伏期的极限，美国人就认这条冰冷的生理防线。5月19号，巴林、约旦雷厉风行，直接宣布暂停接纳来自上述3个疫情国家的非本国国籍旅客入境。新加坡这个国家和刚果金连直飞航线都没有，可是5月19号，它依然对所有相关旅客启动了21天强制症状监测。只要你有疫区旅行史，大数据直接锁定行程，伴随而来的是全天候的严格健康追踪和严厉的法律惩戒。你敢撒谎、敢瞒报，就将面临严厉的刑事指控和法律后果。不相信旅客会主动说真话，就用制度堵漏洞。那中国呢？5月18号，中国海关总署也洋洋洒洒发了第65号公告，题目写的气壮山河。可当你翻开那份公告，看到它的核心手段，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公告里白纸黑字写着，来自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如果出现发热、呕吐、腹泻、出血等症状，应当主动向海关申报。中国海关竟然把14亿人的生命安全，把整套国门防线的钥匙轻飘飘地交给了旅客自己的自觉性。这是甩锅，把国家筛查责任转移给个人，将来出事就怪旅客瞒报。这套机制的荒谬在于，目前的情况下，一个底层同胞如果老老实实主动申报，等着他的可能就是漫长的强制隔离、高昂的自费开支，以及瞬间丢失饭碗的巨大风险。而如果他选择隐瞒，吞下一粒退烧药，低头闯关，他就能顺利回家。就是这种制度在逼着人撒谎，在奖励隐瞒，把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铁闸压在旅客的自觉上。这是北京的官僚给自己写一张最无耻的免责声明。朋友们，讲到这里，咱们先稍微缓一口气。今天这个话题说到底，最扎心的是什么？就是人在外面奔波，最怕的不是辛苦，而是身体先垮掉。压力大，熬夜多，免疫力一掉下来，人就特别容易觉得累虚，扛不住。所以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普瑞堂玄宝黑参。黑参这个东西口感更温和，也更适合日常养护。现在用我们的优惠码 JF 全球包邮，而且活动很实在，满500美元就送1整根玄宝黑参，买的越多送的越多，上不封顶。比如满1000送2根，满1500送3根，就这么直接。大家可以到节目下方说明栏点击链接，结账的时候输入优惠码 JF， 给自己备一点，也可以给家里老人、长期劳累的朋友备一点。好，广告回来。刚才我们说到，中国海关把国门防线压在旅客主动申报上，可真正的问题还在后面。北京为什么宁可冒这个险，也不愿意把门关紧？难道北京的决策者不知道病毒的厉害吗？他们比谁都清楚。当年用铁皮封门，用焊条焊死居民楼通道，用白卫兵的大白棒子把老百姓往死里打的，不就是这同一个北京政权吗？他们对生物风险的恐惧早已经刻进了骨子里。但是为什么这一次面对可能卷土重来的致命病毒，海关的大门却敞开得像个四面漏风的筛子？因为在那群坐在中南海恒温空调房里手握14亿人生死大权的大旗党眼里，有2样东西比同胞的命要重要10000倍。就在2026年5月1号，北京刚刚敲锣打鼓地宣布了一项惊天动地的外交政绩，对非洲53个建交国实施全面零关税。当时官方喉舌的宣传大喇叭，那真叫一个开足了马力，什么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跨越，什么南南合作的崭新篇章。在宣传通稿里，这被吹捧成了领袖外交大棋局里最得意、最闪亮的一张王牌。如果这时候北京也像美国、新加坡那样在国门前拉起铁丝网，
对非洲航班进行强制隔离，甚至直接切断部分高危航线，这不等于自己一巴掌狠狠抽在自己那张中非合作新时代的外交大脸上吗？面子是天大的事，而底层同胞的命不过是擦拭这张外交大脸盘子时最便宜、最不需要成本的抹黑布。大家知道刚果金是一个什么地方吗？那是全球新能源汽车的心脏，是决定未来全球新能源产业命脉的钴、铜和关键稀有矿产的超级重地。这些年，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当地买下了几十座巨大的矿山，几乎把控了全球大半的电池产业链。可以说，没有刚果金源源不断送来的矿产，国内那些吹上天的新能源车企一天也活不下去。如果为了防范一个小小的病毒，把这些通道砸下来，把物流掐断，让所有从非洲回国的人员强制隔离21天，那背后每天损失的不是几个数字，而是天文数字的真金白银，是中南海权贵家族兜里最直接的利益管道。在虚伪的外交面子面前，在带血的战略矿产面前，在那群坐在办公室里算账的官僚眼里，在非洲的中国同胞算得了什么？14亿老百姓的生物安全又算得了什么？于是这群冷血的官僚做出了一个最无耻也最精明的决定：海关不拉警报，媒体装聋作哑，只在角落里发几张轻飘飘的公告，把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铁闸压在底层旅客的主动申报上。这招妙就妙在两头堵，外表看起来咱们中非友好，风雨同舟，面子保住了，万一真的漏了致命病毒，在国内引发了灾难性的感染，他们还可以一转屁股，把脏水全泼在个人身上。他们会指责是那些回国的人员自私自利，隐瞒行程，不主动申报。朋友们，他们仅仅是怕这个病毒吗？不，他们最怕的是病毒这两个字会把14亿人压在心底整整3年的惨烈记忆重新炸开。北京现在不敢把风险讲透，是怕大家太懂了，是怕老百姓的记忆复活。这就是中南海的政治算计，把大国的命运摆上地狱的赌桌，用同胞的肉身去赌死神今晚不会敲门。这哪里是天还没黑，这分明是天已经黑透了。而在整场荒谬的政治双簧里，最让人觉得悲哀，也最感到羞辱的是这样一个画面：我们的同胞在非洲被死神合围，生死未卜。这时候最先站出来，在外交部蓝厅的聚光灯下替这些中国劳工追问生命安全的，居然不是任何一个自称代表人民的人大代表，不是那帮整天歌功颂德的政协委员，更不是那些天天高喊不管你在海外遇到什么危险，祖国都能接你回家的战狼外交官，而是一个蓝眼睛高鼻梁的彭博社外媒记者。他站在外交部的发布会上，用一记响亮毫无修饰的提问，直接把北京最想掩盖的同胞生存危机硬生生拍在了蓝厅发言人的桌面上。那一刻，发言人脸上的尴尬、躲闪和支吾，简直是一张剥下中南海生命至上画皮的政治判决书。这就是这个体制骨子里永远治不好的旧病复发。把历史的镜头摇回到23年前，2003年1月27号，当时 SARS 已经在广东暗中蔓延，省卫生部门送上了一份关于这种未知致命呼吸病的调查报告，上面盖着的是2个血红的大字：绝密。为了所谓的外交面子，为了社会稳定，他们捂住消息，瞒报数字，任由春运将病毒推向全国。直到北京的感染人数彻底瞒不住了，才急匆匆地把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推出来当祭旗的替罪羊。而真正救了无数人命，用一封信向世界撬开黑箱子的老军医蒋彦勇，后来等来的不是国家荣誉，而是至今都不能提及的政治禁忌。17年后，2020年，同样的剧本，连个错别字都没改，生生演了第2遍，更刺眼，更让人毛骨悚然。2019年12月31日，武汉不明肺炎已经向世卫组织通报。2020年1月3日前后，
李文亮等8名吹哨医生被警方深夜训诫。紧接着1月15日，中方的代表团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美第1阶段贸易协议。武汉的病房已经在冒烟，医生的嘴却必须先被封住。地方上还在大摆万家宴，北京还在等一份能给贸易战止血的关键协议。不是他们完全不知道病毒，而是病毒已经在桌子底下疯狂啃咬，桌面上却还要保协议、保春节、保经济、保稳定。等他们1月20日前后终于承认人传人的时候，死神已经坐上了春运的高铁，把灾难送进了千家万户。仅仅3天后的1月23日，武汉就宣布了封城。而今天，历史的剧本又到了第3次开机的时刻。为了中非零关税、非洲矿产和大国排放淡化埃博拉的风险，朋友们，如果你也觉得这种把国门防线压在主动申报上的做法太荒唐，请帮我们点个赞，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都是在帮更多人看清这张中非友好牌坊背后真正被压上赌桌的是普通人的命。